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Vivian， 每天为大家带来最新、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动态和深度解读。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AI 热点吧。据报道，苹果计划于2026年末推出 AI 增强型智能眼镜。这款眼镜将配备摄像头、麦克风和扬声器，能够接听电话、播放音乐，并提供实时翻译。它还能分析周围环境，并响应 Siri 语音指令。苹果计划在2025年底前生产出大量原型，并于2026年末正式发布这款智能眼镜。该公司的最终目标是打造增强现实眼镜，但这一版本仍需数年时间才能实现。苹果这步棋有点稳过头了。2026年入场，看似避开早期技术坑，比如谷歌初代眼镜的笨重、续航尿崩，但黄花菜都凉了一半。谷歌已经用 Gemini 证明 AI 眼镜能看懂世界。Meta 靠 Ray-Bans 让年轻人接受戴眼镜听歌。苹果的优势在于隐私牌，比如本地处理不联网和生态协同，眼镜加手表加手机，无缝接力，但需要解决2个痛点。第一，怎么让不戴眼镜的人愿意天天戴？第二， Siri 的智障形象能不能靠眼镜翻身？个人赌苹果会在设计上放大招，比如比 AirPods 更隐形，或者直接对标传统墨镜。毕竟时尚感才是消费电子的终极护城河啊。2026年，说不定智能眼镜已经像蓝牙耳机一样普及。苹果这时候入场，更像是收割成熟市场，而非开创者。英伟达即将在中国推出一款新的人工智能芯片，售价在$6500至$8000之间，远低于其之前的 H20 型号。这款新芯片是英伟达 Blackwell 架构人工智能处理器的一部分，最早将于6月投入量产。由于美国的出口限制，该公司不得不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一款 GPU， 限制了中国获得高质量芯片的渠道。自2022年出口限制生效以来，英伟达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从 95% 暴跌至 50%。英伟达这波操作像极了既要当合规乖宝宝，又不想丢金主爸爸的纠结。美国卡脖子的逻辑很清楚，允许你卖阉割版，但绝不能让中国摸到高端 AI 的门槛。但问题是 GDDR7 加常规封装的 Blackwell 性能连 H20 的一半都不到，中国客户真的会买账吗？更尴尬的是，英伟达低估了国产替代的速度，华为升腾不仅在算力上反超，还搞出了全互联集群架构。这就像你卖低配手机，我直接送 5G 套餐。黄仁勋嘴上说不想失去中国，但每次特供芯片都比美国晚半年。这种技术时差只会加速中国自研，毕竟谁也不想被随时断供。说白了，美国的限制正在制造一个悖论，越限制，中国越不得不自研。越自研，英伟达的特供芯片越像鸡肋。未来的 AI 芯片战场可能不再是英伟达 vs 华为，而是合规版 vs 自主版的生态之争。而这场仗，英伟达从一开始就没站在优势位。微软已更新其记事本和画图应用，新增 AI 功能。记事本用户现在可以使用生成式 AI 编写文本，而画图用户可以创建 AI 生成的贴纸。截图工具也已升级，新增完美截图功能。不过，部分功能仅限 Microsoft 365或 Copilot Pro 订阅用户使用。记事本新增的 AI 功能使用了微软的 Copilot， 这是一款 AI 助手，可以搜索互联网并创建文档。微软这次更新像挤牙膏，
Notepad 和 Paint 都是20年的老工具，加 AI 确实能吸引怀旧用户，但付费才能用的操作太眼熟了。比如 Notepad 的 AI 写作，本质是把 ChatGPT 塞进文本框，却要用户掏钱买365，免费用户只能看个热闹。而 Paint 的 AI 贴纸更绝，不仅要会员，还限定硬件，这一波是软硬兼施，逼着用户换电脑加续费。不过，全民可用的截图工具 AI 算是留了点情面。微软可能想平衡口碑、核心功能、创作、收费、基础功能、效率、普惠。但问题是 Notepad 和 Paint 的用户很多是普通上班族、学生，付费门槛可能让他们转向免费的 AI 工具，如 Google Docs、Canva。说到底，老工具的情怀牌终究打不过用户对免费午餐的执念。如果您对人工智能充满好奇，想要及时了解这个正在重塑我们生活的科技领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